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人的相貌有清逸、古朴、奇伟、秀雅几种分别，主要通过刻铭星和阴质纹来辨别。刻铭星在人13岁到39岁期间随时可以看到，阴质纹在人19岁到46岁期间可以随时看见。刻铭星和阴质纹两种都具有的人，必能成为大人物；能具有一种的人，也将会富贵。刻铭星显现于印堂和眉彩之间，时隐时现。它的形状有时像钢针，有时又似小球，这是一种红光锐气，通常在饮酒之后和发怒时比较容易看见。阴质纹出现在眼角处，阴天或者下雨天便能看见，形状有如三股叉，在人打盹快入睡时最容易看见。阴质纹如果出现在咽喉部位，预示此人将得贵子；如果阴质纹生长在其他部位，则不能这样预测，也就是不一定会得贵子。如果有刻铭星，此人少年时就会发达荣耀，较早的成功；而有阴质纹的人，发迹成功的时间会要晚些。两样都没有的话，此人的前程就难说了。古人认为刻铭星是一种上腾于天庭而下接于地座的黄光子气，这种光气是一种吉兆，因此以星来命名，而且它位于面部三庭中的天庭，因此得刻铭星者早荣，在少年至青年期间可见。而阴质纹按古人的说法，是靠后天的修养和积善积阴德而来的。阴质一词原出《尚书·洪范》，本意是不言而使安定，引申出阴德之意。阴质纹在面相学中属于变相，变相即后天之象，即命运的趋势在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自然变化中的变化。因此，刻铭星与阴质纹，一是天生，一是人为。人为的变相给人带来了好消息，因为它肯定了人的主观方面的作用，说明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发展趋势的。古人把阴质纹理解为行善积德后的福报，这也成了劝奉世人多行善的理由。对这种行为对命运的影响和改变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人有句俗语，相由心生，所谓的心，这里可以理解为人格。人格是人的思维、心理活动形成的。有心理学家认为，从心理学角度说，相是人潜意识的真实反应。例如，长相幸运的人，潜意识心理表现为正向、积极、乐观，感觉良好。这种人面貌神态比较开朗、圆润、阳光，由于经常微笑，皱纹向上，嘴角上翘，眼带笑意，眉心舒坦。积极的心态带来了积极的行为，从而带来良好的运势，也让面相越来越喜相。而行善积德是人的道德修养行为，在这个过程，真心行善的人心胸是开阔的，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中对周围的人施以援手，人获得的是精神上的喜悦。善良而乐观的人身上形成了一种正能量的气场，也可以解释为人格魅力，不断吸引来正能量的事物。在施予与付出中，也得到了外在的馈赠与回报。这种良性循环，按宗教和民俗的因果理论理解，即是善有善报，心理的阴暗面，仇恨、嫉妒、贪婪等，折磨的是人自己。如在实际的作恶行为，精神上的扭曲，最终也会慢慢在脸上显现出来。强调的是有变相之功的阴质纹，这也反映了曾国藩看相识人的高超之处。他拥有过人的相人本领，在实践中细致的察言观色，力求知人知面又知心。他在札记中记录了一些心得，如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头如山者贵重，事上者傲，事下者避，侧头旁视者则奸。他甚至编写了相人口诀。他的兴趣影响了周围一批人，如胡林翼、李鸿章等人都具备一定的看相知识。而曾国藩真正的用人之道，还是着眼于对方的人品。他是重视人力资源的，曾经说制胜之根本，实在于人而不在物。同时对于人品不佳者的隐患，他也看得很透彻。他目光远，气量大，塔奇布这样的骑兵将领都被他请进了湘军的队伍中。在知人善任的基础上，他不断因材施教，磨练人才。曾国藩对自身的要求更是严谨，他没有宣扬佛家的修福，但他一生都在努力地修身养德，涵养心性。作为中国儒家学者，他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内圣传统，坚守儒家道德，成为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人物。这种文人的修心养性与世俗的行善积德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修德。阴质纹原指默默的是安定的意思，后来转指阴德。阴质纹就是阴德纹，但在相学中却是泛指人做善或作恶后而表现于面上的纹，
或神语色，广积阴德，做了很多善事的人，眼下会有一重或二重或三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纹细而有光泽优美，是名阴德纹。一个人做了很多善事，阴质纹方才外露出现，有阴质纹，万事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有上天关照，这些阴德就算用术都计算不了，因命运已改，不朝原定命中注定的坏方向发展了，一直趋向好的一方面前进了。若果你常行善，眼下出现了阴德纹，那恭喜你，这是增福延寿、子贤孙贵之征兆。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即发不善之心，眼下会发黑下陷，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尖纹，如针刺眼，此乃克子行孙之兆。一个人不论是做了亏心事还是善事，脸上都有相应的纹象出现。做了一点亏心事或一点点善事，在脸上不能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但你如果做了大坏事或大善事，多坏事或者多善事，脸上就会现出来，表现做坏事或善事的缺德纹或者阴德纹，主要是在几个地方表现。分享一些比较常见的阴德纹。一、印堂。印堂好命宫，主一生荣枯。人如果做了亏心事或祖上失德或前世失德，会有一条悬针纹，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下克妻儿。我有一个同事就有此悬针纹，真的是上克父母，下克妻儿。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后来给他说急行善事，使悬针转角，可免难祸福。约2年后，我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后来变弯了，转到一边去了，这叫悬针转角，转厄运为吉祥。他从前总是倒霉，父母妻儿4人，总是转流生病，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2、眼下。眼下称为子息宫，阴德宫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有黄明之光的，是未有宿德，有仙骨，从小就有眼袋或黑眼圈或眼袋下陷，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先天肾虚。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息弱，不容易生孩子。所以这种要勤修静，清心寡欲，广积阴德，眼隐隐卧蚕。中医都知道，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肾主精气，精气严重亏损。云何正道？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如隐隐卧蚕的，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如蚕之色，故称隐隐卧蚕。广积阴德，做了很多善事的人，眼下会有1重或2重或3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纹细而有光泽优美，是名阴德纹。善人行善，广利众生，眼下就会出现此纹。若果你常行善，眼下出现了阴德纹，那恭喜你，这是增福延寿、子贤孙贵之征兆。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即发不善之心，眼下会发黑下陷，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尖纹，如针刺眼，此乃克子行孙之兆。3、脖子光亮。人要得长生不老、青春常驻，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如果一个人喉轮打开后，不管是100岁、200岁，脖子都是不显老的。4、法令纹。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人的德行的纹，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是在口两边的纹理。法令入口，名饿死相，又名腾蛇入口。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但最起码老来孤苦。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行恶则入口，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铁口延长至下巴。这种法令称为寿带。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不要紧，反省忏悔，常行诸善，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如果原先只有1条法令纹，后来行善改过后，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1条，名双龙出海，既寿又富贵之征兆，乃善业福报。5、延寿毛相。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不悔不疑，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5条特长的眉毛，此眉名五彩眉，乃得众望，延年益寿之征兆。右耳内生毛，乃高寿之吉兆。又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亦是吉兆。如果中老人头发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从里到外脱发，乃凶兆，德行欠缺之象，当止恶行善，转厄运为吉祥。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作恶改变了命运，但篇幅有限，
我略说之，以期众人乐之命运乃自己所作之善恶因果所致，并能勤行诸善，广利众生。好学中，嘴巴周围有痣的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志向，因为毕竟嘴是我们进食的地方，所以在嘴巴周围长的痣也大部分与吃喝有关。下面就跟我一起看看嘴巴哪4个地方有痣是富贵命，吃喝玩乐不用愁。1. 左嘴角有痣，在相学中，左嘴角有痣说明这个人十分的能说会道，跟人打交道时专门说别人爱听的讲，因此能够通过自己的甜言蜜语得到吃喝，这也算是绝对的有口福之人，令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口才，并且这是命里自带的。2. 左上唇有痣，在相学中，左上唇有痣的人往往十分的忠诚，守信用，说话十分的实在，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着掖着，因此这种志向的人十分受别人的欢迎，成为可信赖之人。这种人适合做中间人，因此会得到别人的请吃，吃喝玩乐非常的多。3. 右上唇有痣，右上唇有痣的人绝对是有口福之人，不论自己做什么事情，也不论家庭是富裕和贫穷，一生都不愁吃喝。因为这种志向的人自身能力十分的出众，很多人都会求着他帮忙做事，因此请客做东。4. 下嘴右角有痣，在相学之中，下嘴右角有痣叫做汤锅痣，十分的有口福。这种志向的人走到哪里就可以吃到哪里，因为这种人也是出口成章，并且有时候会适当的吹牛，从而显示自己有多么的有才能，以此得到别人的信任，真的是以小博大，在现在这个社会也是一种能力。说完嘴，我们再来说说牙齿。牙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我们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就得经过牙齿来咀嚼的，但是牙齿在传统的面相学中是有着很大的作用的。牙齿长得好或者不好，对运势有着很大的关系的。那么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下各个类型的牙齿在面相中有什么意思呢？1. 牙齿不坚松动，牙齿与我们的肾相连，属于肾的花朵。通过观察牙齿可以发现肾的健康程度。牙齿为骨之精，牙齿好，骨骼就好，同时也代表肾气充足。如果牙齿过早的就松动了，其一是脾胃气虚，那么生活当中就是到手的客户会溜之大吉，并且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同时也代表聚财能力下降。2. 牙齿偏黄色，牙齿偏黄色的人做事的行动能力强，为人固执，性格多偏横，轻微的能够包容他人，比较注重现实生活，没有高不可攀的理想，脚踏实地。对于爱情，注重爱情的实际体验，喜欢和喜欢的异性黏在一起，喜欢身体接触与夫妻生活，这样的男人或者女人值得嫁娶。3. 牙齿长得多，牙齿多与少其实与命运的关系并不大，牙齿多的是因为皮质气不足，牙齿少的是因为皮质气过了。一般情况下，牙齿多的生活的动力不足，考虑现实实际就不够，轻易不肯相信别人，总是活在自我理念里，事业上多不如意，人缘会出现问题，拥有的产业不多。4. 牙齿长得少，牙齿长得愈少的人，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牙齿过少的多少因为病痛而形成，排除老年人牙齿掉落的，年轻就牙齿少的多少脾肾不和所致，即使有了机遇也做不好，所以运势也就不够好。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说法，牙齿长30只是普普通通，牙齿长28就会贫穷卑贱。如果牙齿少于28颗，而且又过小牙齿又稀稀拉拉的人，则是可能会贫困孤寂，一生多不得志，并且生活水平不高。5. 牙齿长得大板牙的人善于言辞，但不善于婉转行事，热心肠而不注重细节，往往能做出大事业来，但是守财能力不好。大牙的人体力充沛，有朝气，人际关系很好，但行事粗枝大叶，不够细心。牙齿如果长得大而紧密，长得又直又多又白皙，这当然是最好的牙齿。他们不仅健康良好，事业顺意，感情顺心，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会感觉到愉悦的心情。牙齿如果长得相当牢固，则这个人就会相对活得长寿。牙齿长得洁白晶莹，这种人身体健康长寿，个性开朗，智能善良，魄力精力都很旺盛，成功的机会自然比小齿的人多。6. 牙齿不整齐，中国人讲究财气，嘴巴关不起来的人，财富会往外流，不管做大的投资还是赌彩，都容易走上衰运，很难取得成果。同时，如果牙齿出现稀疏、暗黄和尖薄的情况，代表这些人的财运会容易有一定程度上的损耗。因此，
一个人的牙齿和财运关系是非常大的。这样的损耗主要是表现在身体健康方面和工作方面。牙不齐且疏肩者容易犯病，且在医疗上容易失财。8. 牙齿较小，牙齿较小的人给人一种小里小气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人的性格就是小肚鸡肠，凡事爱计较，心防重，爱钻牛角尖，再加上胆小怕事，所以成天郁郁寡欢。当然，这种人又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点，就是遇事会冷静谨慎，力挽狂涛，令人啧舌，所以不错的幕僚或副手人选。9. 牙齿突出的人，牙齿突出就是我们所说的龅牙。这样面相的人虽然富有行动力，但在背后愿意说人长短，性格太过任性固执，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不知收敛而令人侧目。所以牙齿突出的人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导致家庭运不是很和谐。女人最忌讳牙齿突出、报复心极强、克夫的面相。10. 门牙歪斜有缺损的人，门牙是用于我们吃食物首先切割的牙。如果门牙歪斜或者有缺的人不讲道理，爱说是非，大多数的人都与父母亲的缘分浅，整个家庭的亲情都是很淡薄。这样牙相的人，在未来的婚姻感情上都会有亲情的阴影，所以对婚姻不是很看好，总怕自己的感情不稳定。11. 牙外倾者，牙阶向外倾斜，突出在外面，如果闭上嘴就鼓起一堆。此种牙的人上面说过，性格凶暴，会犯罪，特别是杀人、强奸这种残忍恶劣的罪。但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只是极少数听牙者会发之流这种程度，绝大多数是不会的。但无论如何，这种龅牙人性格较粗，喜欢随便说话，饶舌，对什么水沟不在乎，夫楼之间会常常有口角。12. 牙内倾者，与龅牙相反，向内倾斜的人仿佛塌陷下去。有这种牙的人，好性格的是为人诚实沉稳，沉默寡言，仿佛是个生活的旁观者；不好的话就是阴险，心里对神似，什么事有看法有意见，但不表露，暗中策划对付别人，常突然袭击别人，或只是另外的人行事，他却不露行迹。这是那种军师型的人物，千万不要得罪这种人，他是非常记恨的，一有机会就报复，还不止一次。13. 门牙分开，这位先生门牙向左右分开，好像中间留开一条路，好让苍蝇随便出入。这种牙的人运气较差，与妻子感情淡薄，特别是出门走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否则容易碰上车祸，死在路旁。14. 门牙缺，一枚门牙缺了一块，相学认为门牙是代表双亲的，这种牙相预示着可能会和双亲中的一个早离别，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如双亲健在，便会与当中一人分居。有些不喜欢与公婆一起生活的女士可能喜欢这种牙相，我们严肃地说，这种思想要不得。15. 门牙加犬牙，这在门牙的中间加了只犬牙，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六手指搔痒痒，多了一道子，因为多了这一枚犬齿，便破坏了本来不错的相。这种齿相的人，对不起，在作风上是会有些不大老实，假若长相还较帅的话，受女性喜欢，就会成为花花公子。17. 门牙间距大，这门牙远远地分开，仿佛互相都讨厌对方，势不两立，或者有一方患了感冒，另一方怕传染，远远躲开。这种牙相的人，把父母看成有传染病的人而避之唯恐不及，是个不孝的人。不知为什么当前这种牙相的人越来越多，见者倒不是亲看见了多少这种牙相的人，而是亲眼看见不孝的子孙越来越多。这种牙相的人自己也要当心，是一种短命的人，要是开孝敬父母，可能会转运，不致早死。不信你试试看。16. 门牙尖锐者性格狂暴，这门牙看起来便有点可怕，那么尖锐，像钢钳，像宝剑，真是武装到牙齿了。自然，这种人性格狂暴，相信武力解决问题，兄弟间不和，为财产闹纠纷，也是一种反叛者的相，不会重视于人，不会有知心朋友。一个人的财运好坏和许多的因素都会有关系，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照样还是处于困境中，而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年轻的时候财运不好，但是到了中年后运势一下子就好了起来，遇到了贵人的帮助和提携。所以说不同的年龄阶段命运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到了中年能够大富大贵，而还有些人到了中年却一落千丈。现在我们来看下哪几个首相之人到了中年能够大富大贵，日进斗金。石字文、米字文、辛字文、
这类人具有高度的直觉和敏锐的第六感，常常能提前感知到事情的发展趋势。他们容易结交到有助于事业和个人发展的贵人，声名远播，往往会意外地得到好运。在感情方面，他们可能会经历一些意外的浪漫喜事，而在事业上，他们也容易获得额外的财富。三角纹，拥有金角摆尾纹的人，相传金角摆尾必富贵。他们通常富有才华，怀抱理想主义，面对挑战时表现得沉着冷静，拥有出色的智慧。他们在事业上容易结交到异性贵人，而在感情方面，常常能够从不顺利的局面中获得意外的好运。如果这种纹路出现在命运线或太阳线上，预示着一生事业发达，命运顺遂。四角纹和井字纹，生命中可能会遇到牢狱或官司纠纷，因此需要特别谨慎言行，避免冲动或与人争执。这类人通常义气深厚，愿意为朋友冒风险。如果格子纹出现在感情线上，可能会因感情纠纷而引发口舌是非。此外，如果感情线上有井字纹，可能会面临夫妻关系不和或离婚的困扰，甚至因感情问题卷入法律纠纷。井字纹的人适合从事学术研究，具备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素质。鱼形纹和岛纹，鱼形纹带有尾巴，而岛纹则没有。鱼形纹常象征着阻碍，如果出现在生命线上，可能暗示着健康方面的问题，而在感情线上，可能表示感情方面会遇到一些阻碍，例如小人的干扰、情感纠纷或家庭反对等。叉纹有分2叉、3叉、4叉、5叉，原本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纹路，比如说在智慧线上分叉，说明有后进学历或者学业聪明，但是在感情线上分叉，一般主多恋或者多婚，这种人一般比较聪明活跃，性格乐得明，如果发挥得好，可以施展一技之长。三线笔直有力，所谓的三线指的是事业线、成功线与智慧线。若事业线从手掌根部出发，一直延伸向上，并穿过感情线，直达中指根部，则此人魄力十足，具有很强的领导欲望和能力，并且具备过人的毅力和耐力。在仕途上，常常会有贵人出手相助。若成功线生得笔直而粗长，则说明此人可能身居高位，管理才能十分出色，再加上平直而有力的智慧线，他们充满智慧和正能量，能在官场或者商场上一展拳脚的概率十分大。不过，手相作为在风水上的重要的部分，不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那么，什么样的手相会长寿？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生命线清晰伸长的手相长寿。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不用担心太多的。其实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不容易生病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能做到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的，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他人有争吵的，寿命真的很长的，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长寿。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泽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象。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手指纤细的手相长寿。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着这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掌心有痣的手相长寿。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生命线无分支的手相长寿。手相能看出寿命，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
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自己身体，基本从不会生病的他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没有体验过被病痛折磨的他们，更会以积极运动的方式，想要把这种健康保持下去，寿命自然也就会长上一些，也算是很好的寿命长的手相之一。6. 手掌很厚实、很饱满的手相长寿。在手相算命中，手掌厚实的人不仅财运好，他的健康也是很好的。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7.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的手相长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水，在爱情方面也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什么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所以他们定能福寿双全。8. 拥有断掌纹的手相长寿。这样手相的人，他们可能会在今后的感情生活当中出现很多矛盾，因为在民间对断掌纹的婚姻状况描述的都不是非常的好。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拥有断掌纹的人，他们的事业发展是会非常好的，前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吃苦耐劳，意志力坚强，平时也会注重身体机能的锻炼，所以经济条件好，身体状况也不错，也可以有足够的条件去保养身体。但是有断掌手相的人，确实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婚姻感情方面的问题，这大多是跟你的性格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你对待感情固执，做事优柔寡断，不懂得变通，所以跟自己的爱人相处起来会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困难，所以要学会多交流、多沟通，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9. 贵人线交叉的手相长寿。当贵人线呈交叉状，而且手掌的纹线深且清楚时，那么说明这个人的运势相当的不错，尤其是在事业方面，可得功名利禄，能够白手起家。当然了，还有更好的一点，那就是这种手相的人寿命较长，他们很懂得保养自己，哪怕人生会经历比较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心态一直都很好，而且很经常都能够收获到惊喜，所以他们的健康状态就很不错，能够活很长久。10. 财运线没有断裂的手相长寿。一般来说，看人们手中的财运线是能知道这个人的财运好不好的，其实与人们的健康运势也有很大的关系的，与人们对寿命是有关系的。如果是财运线没有断裂的人，他们的财运真的很好的，身体方面也会很不错的，消化方面也会很好的，平时的生活中能做到乐观积极的，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能想到办法解决的，让自己赚钱有很多的，使得他们的生活是不用烦恼钱财的，对于健康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象征着长寿的。11. 2条生命线的手相长寿。从生理方面看，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不管是体力还是精力，都是相当的充沛的，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及免疫力超佳，即使罹患了重病，也多能奇迹式的复原，所以平日里无需太过于担心，只要开开心心的做好自己就行了。就心理方面言，这种人的耐力及意志力都很强，是个不服输的人，因为懂得付出，所以婚姻上能够遇到一个可以相伴一生的人，有了对方的照顾，他们也就能够更加的长寿了。12.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的手相长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患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第二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
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百岁，一辈子好运。富贵纹是指代表人大富大贵的一种纹络，通常是长在手心上的某个部位。其实富贵纹也分为很多种，所生长的位置也不一样。那么哪些纹络是富贵纹呢？又生长在手心的哪些位置上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6种富贵纹的生长位置和生长的样子。1. 穿前纹。所谓的穿前纹，指的是生长在手心中间的纹络，以掌底中心为起始部位，穿过中指，越长越佳，越深越好。其纹络的颜色为粉红和橘红为最佳颜色。拥有这种纹络的人是天生事业有成的命运，他们的内心非常的坚定，做什么事情都有条理，有头绪，不会轻易为别人所动摇。有些人这条纹络并不直穿中指，这证明你还在继续奋斗的路上。手心的纹络会随着你是否事业有成而逐渐的改变。有些人的这条纹络很短，证明你属于大器晚成的命格。2. 玉颈纹。玉颈纹大多数都是生长在你的手掌中的离宫位置，其最主要的特点是以一个井字形状出现在你的手掌之中。玉颈纹通常只有一个，少数人会有2个甚至多个。拥有玉颈纹的人多数会受到祖业的照拂，自己不用奋斗就会有取之不尽的钱财。而玉颈纹越多，表示你拥有的财富也就越多，是一种天生富贵好命的纹络。3. 美鹿纹。美鹿纹顾名思义就是拥有福禄的纹络，这种纹一般呈现的形态是一个我们的汉字中的女字，多数会生长在我们手掌中的中宫位置。拥有这种纹络的人天生懂得交际，会利用自己高超的交际水平来获得利益，所以这种人一般是不会过得太差的。4. 国印纹。国印纹是指方块形状的纹络，一般会成串多个生长在手掌中的每个位置。总有这种纹络的人天生就是大富大贵的命格，他们性格天生内敛，做什么事情都很严肃，也非常的遵循规则，对任何人都不苟言笑。他们在严谨的要求别人的时候，也在严谨的要求自己。他们一般都是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会在政界施展自己的拳脚。金华纹。金华纹多数会以交叉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的手掌的大鱼际部位，大多数的金华纹都是呈米字状，一般会多个一同生长。拥有这种纹络的人天生就有一种贵族的气质，非常受到自己的上一级的青睐。他们的富贵大多数都是在自己配偶的身上得到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遇到一个富豪对他忠心不渝。6. 宝镜纹。宝镜纹的纹络形态就像是一团云彩一样，在我们的手掌中的最中心位置。一般这种纹络预示着将自己的钱财和自己的富贵牢牢地把握在手中。拥有这种纹络的人是天生的好运气，做什么事情都会一顺到底。7. 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富贵手相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8. 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或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财，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9. 手如干将，家道必昌。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10.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
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11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均可统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12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即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且没有其他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13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最富贵的手相特征，掌纹深刻且清晰的人大多精明，晚年幸福安逸。14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富贵手相，能享富贵荣华。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15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明，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最富贵的手相特征，掌纹深刻且清晰的人大多精明，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6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富贵手相风水研究，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7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8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9财神线，财神线是手掌上最具代表性的财富线之一，它通常从手掌底部沿着食指方向延伸。有的人相信财神线的形状和长度可以预示个体的财富状况。一般来说，财神线越长清晰，被解读为个体在财富方面的运势越好。20钱袋纹，钱袋纹形成一种带状图案，被解释为财富积累的象征。传统相学认为，手掌上出现这种带状纹路，预示着个体在一定时期内将会积累较多的财富。
这被视为财富的秘密仓库。21富贵三维纹，富贵三维纹被认为是手纹中的吉祥之兆，它指的是手掌上同时出现3个维度的线条，被解释为富贵荣华的象征，代表个体在事业和财富方面将会取得巨大成功。22财富交叉点，财富交叉点指的是手掌上多条线相交的地方，被认为是财富聚集的地方。相学家相信，这些相交的点的位置和数量能够预示个体财富的稳定性和丰富度，这被视为财运的交汇之地。有的人觉得脸上某些痣影响自己的颜值，因此想去点掉，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从志向学角度看，不同位置的痣代表不同的含义，会对人的运势产生好的或不好的影响。其中某些痣表示聚财，能给人带来好的财运。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身上哪些地方长痣聚财吧。1. 额头上长有痣的人，额头表示人的福德，一排由左往右为田宅痣、富贵痣、吉祥痣、吉祥痣、田宅痣、官禄痣、富贵痣。如果发现一男生额头靠近发际的地方发现一个又黑又亮的痣，而且天庭饱满，那是富甲一方的标志。另外，这颗富痣代表家里有很深的背景，或者有一定的职位作为基础，风风光光的赚钱变富的标志。但是如果是发棕发暗，那可却是相反的意义。2. 鼻子上长痣的人，鼻子在面相12宫中称为财帛宫，鼻头越丰隆，收入越多，鼻翼越饱满，积蓄也多。鼻头有黑痣，表示财运不错。如果有突然出现的黑痣，表示会进财。鼻翼上有痣，说明会漏财，有财富也留不住，尤其是虚岁44、45或49、50，一定要注意。3. 耳朵后边长痣的人，耳后痣的位置隐蔽，一般人很难发现，这样的人福气大，是隐形的富豪。他们为人低调，不喜欢张扬，喜欢低头做事。这样的人给人的感觉比较平凡。如果不是他们突然得天房天车，相信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已经身价过100万了。此人的财运不会轻易显露，一直缓慢上升，早晚能赚大钱。4. 脖子上长痣，脖子上的痣一般是左贵右富，而大富大贵更的是隐藏起来，长在一眼看不到的地方为最佳。这类人善于运用各类关系为自己谋财谋利。颧骨上长有痣的人，事业上相当有利，表示会在职场上有一定的地位。长有这样痣的人非常有上进心，事业上有很多成功的机会，一般都是做领导的人物。6. 嘴角有痣，嘴角有痣不只是一个人有口腹之欲，而且还有福气、桃花运，终身福气深沉，感情运势开展旺，中年之后享有生活，儿孙孝敬，最终走上了幸福生活。嘴角痣在面相学中称之为实禄痣，这里的痣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福气运势。7. 胸部长痣，如果一个人的胸部长痣的话，在相学中也有着胸怀大志的说法。长有此痣的人一般很有志向，心怀高远，属于难得的富贵极致，尤其是长在胸部内侧的痣，代表着这种人头脑非常的精明，有着很强的思考力，而且遇事冷静理智，做事有井有条，所以事业发展稳定，收入稳步增长，能够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而若是胸部下方长有黑痣的话，这种人非常的聪明强干，财库丰隆，善于理财。这颗痣长得越大，代表着财气越旺。子女孝顺有出息，一生富贵贤达。8. 上臂外侧长痣，如果一个人的上臂外侧距离肩膀大概5指宽的位置长痣的话，这颗痣在相学中称为进财痣。一般来说，此处长痣的人大多挣钱能力比较强，而且善于积累，属于那种只进不出的类型，不太会花钱，所以钱财也是越积越多，容易富贵。如果是左手臂进财痣的下方1寸处长痣的话，这颗痣在相学中称为藏珠痣。长有此痣的人，无论男女，大多都属于那种理财高手的类型，存钱能力比较强，从来不会为钱发愁。9. 手背有痣，在相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叫手心主富，手背主贵。如果一个人的手背长得肥厚且有极致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那种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有着很强的掌控欲和占有欲，对于金钱的管理能力比较强，善于理财，婚后往往能够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而且这种人天资非常高，做事往往能够举一反三，也善于交际，在事业上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遇到很多好的机遇，年纪越大，事业发展的越好。10. 手掌有痣，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心长有极痣的话，这颗痣主富贵，
有句老话形容一个人对某事很有信心，都会说尽在手掌之中。这种人大多属于那种心思特别缜密的类型，凡事都喜欢精打细算，考虑事情特别的全面和细致，做任何事情都是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所以很少会出现太大的过错。虽然有时会因为太过谨慎而错过一些机会，但是在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内，往往也能取得不俗的成就。这种人是非常适合从事一些工程师或会计师等对于细心要求比较高的职业的，属于那种越老越吃香的类型。11. 后背腰上有痣。古代形容一个人有钱习惯用腰缠万贯这个词，腰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财库。如果一个人的后背腰部位置长痣的话，这颗痣属于一颗典型的聚财痣，长有此痣的人一般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强，遇事特别的镇定，能够沉得住气，对待工作也特别的有热情，做事踏实而认真，即使取得一些成就也会不骄不躁，特别的有智慧，属于天生的理财高手。这种人非常的适合经商，有着很强的挣钱和聚财的能力。12. 眉毛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痣长在眉毛内，多半会有眉里藏珠之意，以此处的痣藏的越是隐蔽，则痣也就会越深。而且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拥有此种极致的人，他们为人比较低调，个人有主见，自身的能力比较强，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事情，懂得乘胜追击，一旦给到他们机会，就一定会快马加鞭，有望一鸣惊人，成为有钱人。13. 下巴长痣。下巴又称地格，在面相学中，下巴代表了一个人中年之后的运势。下巴有痣，象征着巨大的福气。此处长有极致的男人，在会后个人运势会越来越出色，婚姻感情顺心，事业也是蒸蒸日上，发展越来越好。即使有遇到些许困难，最后也总能逢凶化吉，凭借自己的努力渡过难关，容易受到伯乐的赏识。财神爷经常主动找上门来，容易有意外之财，注定能执掌权力和财富，羡煞旁人。14. 后肩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后肩的位置处长有极痣，痣象大而黑亮，或是长有肉痣，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此人的事业心会非常的强，做事有担当，有能力，是全家人的顶梁柱。只要是有困难，他们必定会一马当先，取得更加不错的发展。而且这样的人往往会有更大的出息，自己赚钱也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发财。15. 小臂内侧长痣。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小臂的内侧的位置处长有极痣，则往往这样的人命中多半会得到贵人的提携与帮助，家庭条件会非常的富裕，而且他们肯担当义，为人仗义，敢于替身边的人行下仗义，往往在工作生活当中会取得更加不错的发展，所以他们的事业会比较平稳，有不错的福报。年龄越大，他们的福缘也就会越深厚。16. 脚上长痣。黑痣生在脚上的人，前段时间由于运势不佳，虽说东奔西走的去工作，但是赚到的钱财并不理想，自己身心都感到非常的疲惫。好在7月黑痣生在脚上的人，命理之中的一马吉星相助，让黑痣生在脚上的人在东奔西走中运势大增，钱财赚了又赚，财富成倍翻。待人处事温和有礼，心胸宽大，工作认真负责，做事很有干劲，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这样人容易受到信任和认可，通过加倍努力，往往财富能滚滚而来。17. 眼角痣。眼角上的黑痣被称为经营痣，被认为与经商能力和财运有关。据说男性面相中有这种痣的人，通常具备头脑聪明、思想观念先进的特质。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但却拥有灵活的头脑和出色的个人能力。这些人的稳重处事和善于变通的能力，使他们在商业领域中表现出色，善于抓住机会，取得成功。这类面相的人一般以经商发家致富，积累了丰厚的家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可能并非高学历者，但他们在理财方面却有着出色的表现，善于守财，理性投资，使得家庭财富不断积累。总的来说，根据面相学的观点，眼角上的经营痣象征着财富和商业成功，而这些拥有这一特征的男性，通常以聪明、灵活和稳重为特点，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机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面相学仅仅是一种传统观念，缺乏科学依据，因此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手相算命是我们中国从古时流传下来的一种算命方法。
我们如果想知道自己的命运能否大富大贵，那么我们从自己的手相中就能看出来。那么在手相算命中，最富贵的12种手相特征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1. 手如干将，家道必昌。有些人解释成手就像干瘪的老将，告诉大家这句关于描述财运的短语是什么意思。真正的解释，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干将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在人体里，《黄帝内经》云：肝变动在握，出生的婴儿骨若金柔而握固，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肝为将军之官，谋略出焉，肝就像一位大将军，主以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有勇气，敢闯敢拼，富于冒险精神，有勇有谋，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难的韧性。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和他握手的时候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2. 发达的财纹。假如手掌中的纹路互相交错，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便称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不用付出太多，便会赚取很多钱财，很容易大富大贵。3.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颜色明润的话，其人的赚钱能力会很强，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4. 理财纹身长，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叫做理财纹。理财纹长得伸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无论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还是自己投资理财，都会赚取很多财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5.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6. 手心挖笔星家。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劳付出，宫地狱，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反而付出其湿，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这是一处火穴，火在人体主心，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劳宫学家的人前途光明，心地善良，富于献身精神。在集体当中，劳宫学代表大领导，劳宫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那么什么样的劳宫穴好呢？就是手心要凹陷，凹陷的手心劳宫穴最发达，而突出的劳宫穴力量最薄弱。手心如果突出，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很难遇到机遇，没有贵人提拔，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7. 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8. 大拇指第2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9. 中指比较长。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11. 木星丘发达。在手相中，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其人财运必佳，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12.
男人手如棉，身边有闲钱；妇人手如浆，财帛满仓箱。男子为阳，女子为阴，手掌的肉属于脾土，脾土主后天物质世界，也主偏财。男子先天阳气盛，那么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就大于女子；女子先天性阴，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本身就小。所以，男子手软代表脾土旺盛，女子手硬代表脾土旺盛。除此之外，我们虽然都生而为人，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却差别巨大。有的人出生就是非富即贵，而有的人出生在温饱都难满足的家庭，这就是命运。那么，在手相算命中，如何通过手相看女人富贵与财运呢？一起来看看吧。一、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基础也很多，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充满干劲，具有赚钱的本领。有这种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二、大拇指第二节纹多，大拇指的第二节有横纹或者竖纹的话，表示积攒的财富会很多，也懂得勤俭持家。三、食指上有三约纹，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有这种纹路的人财运很好，一辈子都不愁吃穿，而且男女都能够有个好的家庭。四、木星丘发达，食指根本的位置被叫为木星丘，长得饱满隆起来的话，表示财运不错，能够靠大智慧致富，成为富豪不在话下。五、中指比较长，中指长得长的话，对权力及财富都有很强的追求欲，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而且这人也有经济头脑，不拘小节，野心勃勃。六、太阳丘隆起，太阴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颜色明润的话，这个人的赚钱能力很强，有得意外之财的几率。七、理财纹身长，在手相学中，感情线上出现一条平行的纹路，被称为理财纹。它被认为是一个有关个体理财能力和赚取财富的特殊迹象。这种纹路的存在，不论是在为老板还是上司进行理财时，都被解读为一个潜在的财富积累的预兆。理财纹通常被视为在感情和人际关系中展现出的一种优越的财务管理能力。个体可能具备敏锐的商业嗅觉，能够在经济活动中抓住机遇，以及在理财决策上表现出聪明和独到的见解。这样的手相特征被解读为个体在事业和财务上取得成功的预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手相学并非科学证明的领域，对于这种观点的准确性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虽然理财纹可能被视为一种有利的征兆，但在实际生活中，个体仍需依靠实际的努力、明智的决策和对金融市场的了解，才能取得真正的财务成功。八、手中多财库，男女手掌中纹路的错综复杂，若形成大的四方形或三角形，便被称为财库。这个手相特征被视为一个积聚财富的象征，预示着个体可能会拥有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和财务状况。在手相学中，财库的存在被解读为财富的储备和积累，象征着个体在财务方面可能会获得相当的成功。这种形成四方形或三角形的手相纹路结构被认为是一种吉兆，可能意味着个体具备良好的理财技能、商业头脑，或者在事业上会遇到一些有利的时机。需要强调的是，手相学是一种古老的观念，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其准确性。因此，虽然财库的存在可能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吉兆，但个体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仍需要依赖实际的努力、智慧的决策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九、财运线伸直，在手相学中，小指的根部被称为水星丘，这一区域的特征可以透露出个体的财运状况。具体而言，水星丘上的一条竖线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标志，其长度和形态对个体的财富状况进行了象征性的解读。若财运线在水星丘处延伸较长，这通常被解释为个体拥有较好的财运，这可能暗示着他们在财务方面会取得成功，可能会有更多的财富积累和经济上的稳定。这样的手相特征被认为是财富积累的良好预兆，可能意味着个体具备理财技能、经商头脑，或者会遇到一些财务上的好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手相学并非科学证明的领域，因此这些解读仅仅是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不能被视为绝对的预测。对于个体而言，追求财富还是需依靠实际努力、智慧决策以及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好听天下说，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下巴主管人61岁至75岁的整体晚运，同时也代表人的房产、
福禄、子孙及下属运。下巴长得好的人，晚年生活会比较幸福，老有所养，含饴弄孙。假如下巴长得不好，则可能晚年孤独，无人承欢膝下。下巴包括承浆、地库、皮齿、额压、金缕、归来、宋堂、地阁、奴仆及腮骨等部分，其中承浆、宋堂及地阁最为重要，其上有无纹侵破损，对人的运势有重要影响。那么，如何从下巴看一个人的运势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好命下巴。一、兜下巴。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小巧圆润，且向前方翘起。正所谓下巴有兜，一生无忧。长有兜下巴的人，大多比较自我，做事坚持，而且爱好广泛，很有才华，异性缘非常的好。男人如果长有兜下巴的话，这种人大多比较顾家，个人能力也比较强，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女人长有兜下巴，个性温和，容易相处，而且富有爱心，家庭责任比较重，对长辈孝顺，工作时也很积极热情，家庭和谐稳定，晚年富贵无忧。二、肉下巴面相。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整个下庭看起来比较饱满有肉，则往往说明此人聚财存钱的能力会非常的强，天生就会有理财的能力，尤其是女人，更是持家过日子的好帮手。一旦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过得非常的好。而且这样的女人心胸宽广，能容人，中晚年之后，家里的孩子也都是个个孝顺懂事的人，一定会非常的有出息。三、W 型的下巴。W 型下巴也就是下巴中间稍有凹进去，呈现微微的 W 型。有这种下巴的人，较具有个人魅力，并且晚年体力不衰，老当益壮，生活丰富精彩，持续发光发热，是晚年运不错的下巴。譬如著名美女影星林青霞和麦可道格拉斯，下巴就是呈 W 型的。呈 W 型的人，审美观家，在艺术美学等创作方面有不错的表现，不喜欢庸俗平凡的事物。由于感情丰富又有魅力，恋爱机会往往很多，但奇妙的是，他们却能做到巧妙控制恋爱节奏，懂得自制，不至于因滥爱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人老而心不老的持续尝试各种事物，将使他们拥有丰富的晚年。四、宽厚的下巴。下巴宽厚丰满的人，一般晚年运很好，也较得晚辈部属的拥戴。下巴的肉以结实为佳，如果肥肥软软的，这种虚胖的肉不值钱，只是代表常得口福，并不代表晚年幸运。下巴又圆又大、结实丰满的人，待人处事富人情味，多能营造家庭温暖，晚年的婚姻和财运都不错。就算是做不婚族的单身王老五，也是凡事看得开想得开，烦恼不上心，晚年是过得乐天之命，快活，逍遥得很。二、命不好的下巴相。一、尖下巴。尖下巴的人一生追求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满足，喜欢寻根问底，他们追求浪漫主义，而且不现实，婚姻应迟婚为好，早婚多有婚变。这种脸型下巴尖翘瘦小，附带着2个乙骨收缩，而乙骨代表着晚年的田宅，也就是晚年家中的资产。两仪削薄，通常预示着晚年孤单凄凉，家业不聚。而没有脸腮的女性，往往心胸狭窄，尖酸挑唆，妒火争竞，世人之短而睚眦刻薄。既然心胸不开阔，就容易无事生非，唧唧歪歪，纠结于某些小的不经意而难以开脱。在这种状态之下，作为女人更无法考究和观察到丈夫的情绪，更多是的对他人的索取，而不是大度的舍予。也就是说，不知道关心别人，不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如果下巴过尖的话，必然是多愁善感，给感情和婚姻的另一半造成疲惫和压力。也就是说，瓜子脸的美女往往情感婚姻上波折较多，人生不那么尽如人意。二、短下巴。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圆润有肉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和善，很有爱心，喜欢帮助别人，特别的容易相处，所以身边的朋友非常多。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帮助其度过难关，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而且这种人特别的体贴，会照顾人。女人下巴圆润的话，能够旺夫生财；男人下巴圆润的话，则做事稳健，善于储蓄，属于富贵相重，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特征。三、下巴圆而狭。说白了，下巴长得圆而窄的意思是全部脸部更圆滑，但他们的下颌看上去很尖，通常绝大多数时间自身的内心会较为欠缺，本人远见卓识，只有做一些苦
工的活，一旦有头脑便会无法跟上。他们天生就没什么驱动力，工作能力都不尤其强，越到最终，他们的福寿也会发展趋势的越差，终究是一种奔忙疲劳，日子过得不太好。4. 卸下巴。所谓的卸下巴，在相学中也称缩下巴，也就是下巴往后缩的意思。长有这种下巴形状是一种比较糟糕的状况。一般来说，长有卸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冲动，做事缺乏主见和想法，考虑问题比较的狭隘和极端，整天喜欢胡思乱想，思想方面容易出问题，个人能力不足，因此晚年运势往往不太好。5. 下巴圆而狭。所谓的下巴长得圆而狭的意思就是整个脸部比较圆润，但是他们的下巴看起来非常的尖，则往往大多数的时候自己的心智方面会比较欠缺，个人也没有啥远见，只能做一些苦力的活，一旦有脑子就会跟不上，所以他们天生就没有啥上进心，个人的能力也不是特别的强，越是到最后，他们的福禄发展也就会越差，注定属于奔波劳碌的命，日子过不好。6. 下巴左右腮骨不规则形状，拥有这样下巴，阴谋诡计较多，而且特别会投机取巧，但也经常会喜怒不定，做任何事情都很难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人生的运势也会常常的发生转变，阴晴不定，时好时坏。这样的人一生会比较难成功，到了中晚年的时候，多半都是求安稳。同时，在相学中，不同部位的痣都有一定的寓意，有的吉祥，有的凶险。一般来说，痣生于人体的隐处，如身体上看不见的地方，多吉；生于显处，关注易经天下，如脸部、手部等看得见的地方，则多凶。而且痣也分为吉痣和恶痣两种，颜色黑亮或朱红，略微突出，其上生毫者为吉痣，颜色灰褐，暗淡无光，平而不突；其上无毫则为恶痣。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下巴上长痣、开花痣有何寓意。通常来说，下巴有痣的人，如果这个痣属于恶痣，代表其人一生很不安定，若不是频频换工作，就是经常搬家，居无定所。过了中年以后会发生挫折，而孩子的问题也需令人担心。但如果痣形很好，则不动产多，适合做房地产投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会过得极为安定，幸运也会降临。其中1. 左边下巴长痣，下巴左边有恶痣，代表家里兄弟身体稍差，挣钱方面不易，破偏财。有吉痣则不动产会较多，可继承祖上遗产，也适合投资房地产。2. 右边下巴长痣，下巴右边有恶痣，代表家里姐妹身体欠佳，存钱方面有问题，破正财。有吉痣则主权势，其人可掌实权，有领导才能。3. 下巴上不长痣，下巴偏上，靠近嘴巴处有吉痣，表示其人比较贪吃，但有福运。俗话说得好，能吃就是福嘛。4. 承浆处长痣，承浆是指下唇中间凹入的地方，处于下巴与唇之间的位置。古代人一直以为，人若行至承浆之运，已属晚年。若此处饱满有肉，红润或透白光泽，无纹侵痣破，代表衣食丰足，可享晚福，即黑青之色。如青年人在此部位呈现黑气，容易在水上活动时碰到意外，宜多加提防。此外，古人认为承浆未凹代表酒量好，平满代表多饮多醉。假如承浆被纹侵痣破，代表其人饮食容易出问题，例如肠胃敏感、食物中毒。同时，假如此处长痣的话，代表人时常改变居处，也表示其人能喝酒。如是恶痣，小心醉酒与水恶。女人有恶痣，要提防夫妇感情不睦。宋堂处长痣处于承浆之下，地格之上的位置，舌尖适得之处，乃是宋堂。人生70古来稀，运至宋堂，气色一见白润或透红为吉兆。如出现带红丝的乱纹，则会孤独终老；有黑痣则会移居外地，离乡别井。宋堂忌见消显枯黑，若须枯没落，神志身轻，生杀破气，便难行晚运，将近寿终。6. 地格处长痣，地格位处宋堂之下，亦即下巴的末端，为人生的最后一个大关。地格一定要饱满有肉，方能行晚年运，得儿孙绕膝承欢，福乐满堂，行以元后为家。主见父，如下巴呈方形，乃老来劳碌之象，未可安享清福。关注易经天下，地格即凹陷、歪斜或尖削，因下巴尖削，乃福薄、孤独终老之象。若地格处长痣不利感情运，亦有外来诱惑，如是恶痣，晚运不佳，生活运、家庭运、物质运、财运都不安定。
也要注意防患水灾及酒毒之伤害。7. 腮骨处长痣，腮骨是下巴的外沿，如果腮骨有痣，代表坚持力差，朋友有难就会溜之大吉。左腮骨有痣，对新朋友不忠；右边腮骨有痣，对老朋友不忠。8. 地库处长痣，包括左右2个地库，如果这2个地方有痣，主妇，代表一个人有钱、富有，且多实业、物业、产业，一生能有很多的财产。今天我们来讲讲，俗话说手中有财库，钱运挡不住。财库是什么？可信吗？香术最早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据《大代礼记》记载，西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就是关于香术说法。古人认为有特殊能力的人一定会有比较特殊的相，所谓圣人一相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在古代的壁画或者书画中，经常会看到人首蛇身的伏羲氏，人首牛身的神农氏等等。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的孙膑求学于鬼谷子。一日，二人在深山之中论道，鬼谷子见孙膑脸上有凶恶之气，便说道：黑氏之气单于阅读，此为珠玉陷于泥中，主身陷牢狱，而有性命之险。后来孙膑果然被处以了并行合刑笞刑。这些记载说明香术不仅和迷信思想联系在了一起，还逐步扩大到了民间。随着相术的发展，香术和民间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俗语。这些俗语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保留了下来。俗话说手中有财库，钱运挡不住。财库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俗语可信吗？这里的财库其实是指手掌中的一种掌纹。说财库纹之前，要先说一下手中的钱财纹。钱财纹一般指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面的长短不一的细纹，这种纹路一般为竖线，比较细，以清晰和数量多为佳。古人认为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好。财库纹则是指手掌中多条纹路相交错而形成的口字形或梯形，这种纹路封闭且比较严密，以4个角不漏为最佳，例如元宝纹。古人认为拥有财库纹的人拥有较强的聚财能力，并且能守住钱财。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手作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和常用的肢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生活中的印记都体现在了手掌之上，再加上手掌中的纹路较为多样，于是便把这些纹路和实际生活联系了起来，外加一些迷信思想，就成了流传至今的俗语。例如男子断掌筋如铁，女子断掌过防痒，说的就是男子拥有断掌纹是勤劳的象征，勤劳则会致富，女子拥有断掌则显示出女子活泼掌纹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外加了一些迷信思想。命运作为一种未知的存在，并不会因为手掌中的纹路而改变，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只有通过努力上进，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把握命运。所以人不能过分迷信于相术。除了上述的手相，还有哪些手相预示着财运呢？第一，手掌心凹陷。手掌心凹陷的人代表着财运，经济上有一定财富积累。第二，手掌较厚。手掌较厚的人财运亨通，事业上发展较为顺利。第三，手掌方正。手掌红润方正是富贵相，一生运势较好，生活顺利。第四，拇指大，四指并拢。拇指比较大，其他四指合拢而没有缝隙或者缝隙较小，这样的手掌，古人认为可以守住财富，不漏财。当然，除了这几种漏财手相之外，我们也要避免遇见拥有这些破财面相的人。其中男人们就千万要注意了，千万别娶这5种女人。第一，5种一生难嫁的女人面相：个性高傲，翻脸无情，娶了一辈子走霉运。嫁人是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每个女人都想着自己穿上美丽的婚纱，嫁给最心爱的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有很多女人很适当的年纪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步入婚姻。然而也有的女人到了结婚嫁人的年纪的时候，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没有把自己嫁出去。有的女人迟迟没有把自己嫁出去，除了一些社会因素外，跟自己的面相也是相关联的。那么什么面相的女人是很难嫁出去的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一、泪膛凹陷4暗的女人。泪膛枯陷，眼睛无神，冷淡，让男人提不起来兴趣。实际上卧蚕部位晦暗的，代表女人肾气不足，性能力欠佳，男人自然而然无味了。泪膛即是下眼睑，这里枯陷的人多数属于没有情调，刻板木讷，不懂浪漫，也不懂与异性相处，引不起异性对他的兴趣，终日郁郁寡欢，难以让人喜欢。因此拥有这种面相的女子难以嫁出去，即使有天嫁出去，也难得老公喜爱。二、两耳无轮的女人。2只耳朵就像蒲扇一样，没有耳轮，
薄薄的类似于一张纸。这样的女人先天肾气亏虚，生育会有困难，且性能力不足，与男人相处会缺少女人天生的吸引男人的媚劲，即使男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了，也会慢慢疏远。3. 额头高凸的女人，额头高高大大并且前凸的女人，这是凡事都要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的面相。这样的女人老成持重，性格偏于理智，不会冲动做事，但这样往往也导致了她该出手的事不出手，错过了美好的姻缘，而且很容易喜欢上年纪大的男人。4. 眼睛突出的女人，女人的眼睛类似于青蛙眼的，向外凸起，这样的女人刚愎自用，性格暴躁，缺少女人味道，就像男人一样脾气大，男人除非是吃软饭或者性格懦弱，否则早早的就吓跑了。凸眼睛的女人疑心重，爱唠叨，顶撞男人，处处的体现强势。凸眼睛是指眼球有点向外突出，而且比较明显，拥有这种眼型的女人一般有点神经质，小心眼，啰嗦，做事情反复无常，喜欢说三道四惹人烦，办事情总是有头无尾。谈恋爱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总是激情四起，但却有始无终，因此在情路上跌跌撞撞，最后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5. 山根过高的女人，山根位于鼻梁的根部，这里是鼻子与印堂接壤之处，代表了个性与自我。女人的山根明显高高挺起的，这样的女人会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个性更是强烈，男人无法驾驭，并且容易态度傲慢，目中无人，好男人都会望而却步。6. 额头低窄的女人，额头低窄，发际线很低，额角有窄窄的，这样面相的女人容易生气贪心，且遇事多想不开，凡事不以大局为中心，想法偏私狭隘，总想攀高枝，但是事与愿违，越是攀高越是命运不济，难以找到理想的男人，甚至岁月蹉跎依然孑然一身。7. 耳轮过于突出的女人，耳轮扩反，任性反叛。耳轮扩反的人性格活泼好动，爱好表现自己，但又很叛逆，喜欢唱反调，好辩论，好胜，不赢不罢休，因此惹人反感。女子如果是耳轮扩反，个性倔强，脾气大而过于主观，说话做事常常让男人落下了台，缺乏包容的心，因此男人都不喜欢与她交往。8. 额头宽而方正的女人，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个人能力，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长得方正而宽阔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个人能力也比较强，事业心旺盛，能够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当，个性独立而强势，对他人的依赖心不强，在男人面前也总是展示出自己很有能力的一面，而且心气非常高，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也比较的苛刻，既不希望对方太强，也不喜欢对方太弱，性格太强的他们接受不了性格太弱的，心智长时间被他们压制，很少有男人能够受得了，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9. 脸盘宽大的女人，相书中有言面大妇人多不孝，如果女人脸盘过于宽大，再加上两腮枯陷无肉的话，这种脸型也称为柿饼脸，这种女人大多看上去脸生横肉，给人一种较为凶悍之感，而且做起事来也非常的蛮横跋扈，不讲道理，家里的事都要自己说的算，而且个性顽固，一旦决定的事情，谁劝说也改变不了，做起事来狠辣无情，不留余地，毫无情分可言，对老人不孝顺，对丈夫和子女没耐心，婚姻多不顺，一旦离婚的话，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性，注定孤苦。10. 双拳塌陷的女人，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权力欲和处理事情的手段，如果女人的双拳部位塌陷无视的话，这种女人大多自我意识淡薄，内心也比较的阴暗，性格懦弱不堪，做事没有原则和底线，而且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做事从来不会正大光明的来，只会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耍阴招，性格方面较为内敛和消极，总是把人把事往最坏的方面去想，还喜欢在背后算计，即使是身边的丈夫或亲人也不例外，还容易把自己的坏情绪传染给身边的人，生活过得压抑而痛苦，婚姻很难顺利。11. 鼻子大而露骨的女人，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和自尊，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和人际关系。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大而露骨的话，这种女人一般自我意识非常和自尊心都非常的强，凡事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有着很强的表现力，也希望别人都围着他们转，善于表现自己。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有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和傲气，眼光非常的高，容易看不起人，特别的难相处，也很少会有男性感主的。手掌开金花，有权有财，武重大富大贵的首相。易经化问，手掌中有2个米字问，并排而立，是为金花应问，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等，不算作此问。
有诗曰：问代金花映丽身，此生富贵不由贫。男指日封侯乡，女子他年国内人。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上等人。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二宝运问，所谓的宝运问，就是指在手上当中拥有一个螺旋问状的问路，一圈又一圈，一波又一波。而一般拥有这样手问的人，命中主财富，自己的手里也能抓得住大财，一辈子都不用为钱财担心。如果宝运问像环形，则此人可封侯拜相；如果宝运问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时有财，尤其是中晚年，更加的容易发家致富，不用为晚年的生活担心，越老越有钱。三、感情线末端有分叉。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感情线的末端常有分叉，直接到达食指的下方，则越明这样的人发家容易依靠自己另一半，对待感情也能做到从一而终，在婚后开始行大运，发大财。夫妻双方感情深厚，能干共同尽力逢雨，把事业也能干做大做强，不用为日后的生活发愁担心，所以多半个人的福气都不会太差，事业有成，婚姻生活也是幸福美满。四、拇指与无名指有簸箕。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拇指与无名指的位置处常有簸箕问，则这样的人大多数的天资都会比较聪明，但是他们懂得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开拓运势，懂得如何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则这样的人多半都会得到贵人的提拔帮助，自己的事业发展也更加容易的得到成功。五、多条钱财问。钱财问为乌，小指与无名指根部的位置。若是一个人拥有钱财问，而且环视多条竖问，一般这样的人个人的钱财运势兴旺，极其容易有偏财，在投资理财方面也会更加的有好运，极其容易得到意外之财，极其容易聚财招财，而且有望成为有钱人，天生福气运势兴旺，一辈子都不愁钱财，事业兴旺，有赚大钱的能力。二、算命先生曰：手有米字问，富贵到永久，准得吓人。第一，形体，手后肉多有福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且擅长掌，干事有方案结状稳重，主无官运之长相，掌薄掌长之短，即使其他问线再好，也无官之相。掌后背圆，一是好粉光，也就是月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掌心掌背都肉多，摸起来温暖或踏实。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龙虎相配富贵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手相中手指为龙，手掌则为虎，手指绝长其人擅长思维，手指绝短其人重无步履，只可龙吞虎，不成虎吞龙，龙长虎短才是主无富贵的好的手相。第二，符号，手内元宝问和三角问绝住，生平不劫钱财，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直奔中指，事业不变。太阳线绝住，在业内享有必定的成誉。小指财运线绝住，财运丰隆，手有余钱。第三，问理和符号均配。一，这位女士明堂低洼，八卦丰隆，并且预祝问清楚了然，线过两桥，一闹事业不变，财运丰隆之象。无名指下方出现绝住的米字问，古相书言，手有米字问，富贵到永久。之月，米字问又称为金钱问，一样平常，诚如今掌球或掌心时，代表有助不错的偏财运，随意获得横财、外财或不测之财。二，预祝问清楚直上，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事业线的长势好，再加之其他问线的配合绝好，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婚姻幸福，钱财充足。事业线又称名运线，其笔直向上延伸，穿过畸形线中转中指根部，其人事业心很强，干事有气概气派，潜力领力很强。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则其才能出众，常有贵人护助，并且福泽很大，仕途中官运利势。第四，手相中问理，符号、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尤无相不独断。其次，还有一众就是长色苍白，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众帮扶的进展。长色苍白不劫钱，福禄寿三宫高度有弹性，事业线清楚直上，
事业有成，钱财充足。3. 非常罕见的5种奇问手相，10年挪得一线，必是一飞冲天富豪命。一钱财问多，钱财问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绝祥瑞富裕的。这个问路代表住财富的多少，常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绝细小。钱财问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绝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问路。2. 偏财问，偏财问为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住的小直问，这条问路预示住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问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绝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3. 井字问，手掌中有井字问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问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绝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4. 川字问，有川字问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源，有这种手相特质的人都比绝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源，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5. 三约问，三约问是比绝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问，这个问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住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问特质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问特质的话，月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4. 大富大贵坎舆问手相，坎舆问的手相代表住什么？很多人对手相这一方面只是一知半解，舆问指的是2个交叉排列的问路，形态类似爻字速成的坎宫，位无人的手掌靠近手腕的部位，那么坎舆问自然就是手腕处的爻形问路。很多人越坎舆问意味住大富大贵，究竟是不是这样？以什么样手相才能算得上是坎舆问？舆问就是类似爻的问，坎舆问就是在手掌坎宫，即手掌靠近手腕的位置有舆问。有这样手问的人多有田产，而且能找到对自己有帮助的另一半，家庭能美满幸福，子女多有出息，并且自己多能在婚后事业蒸蒸日上，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财运等会主动找到自己。古语云，问里如于坎位藏，七爻相授富田庄，因何子受官颁爵，赖得乾宫井字问。在坎位有如同鱼一样问里的手问，多能在事业或家庭上获得妻子的帮助，家庭美满，事业顺心，并且子女多能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或学有所成，主要是因为乾宫有井字问。2. 坎舆问的手相代表住什么？坎舆问实际上越白了，便是手里坎工厂所生常发育出的鱼形问力。在相学学中，此类掌问特点的寓意便是身主博学多才，工作能力挑求，并且贵人运环十分昌顺，因此在其一生的发展趋势全过程中可谓是万事顺遂，一帆风顺，并且在其完婚以后还会继续进一步催旺爱人的人生道路运程，进而使之家庭美满，日常生活富裕，可谓是典型性的荣华富贵之乡。这样的手相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手相，但是在顺利发展的人生路上，还是要小心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哪些与坎舆问一样的富贵手相？一美禄问，美禄问状似女字形，一般生在中宫、对宫、坤宫、艮宫占多数。在相学学中，此类问里掌管的便是身主的人际交往运程及其贵人运势，因此生有美禄问的人到其一生的发展趋势全过程中，通常都是会拥有众多贵人指点迷津，进而使之一生朋友诸多，福泽深厚，
并且在其晚年时期，还会继续慢慢尝出高寿之香，从而促进其日常生活，更为美满幸福。2. 宝镜问。宝镜问状字圆卷如宝镜，握在手掌心当中，在香学学中是同应权威性的代表。此类问理生常发育在八荒对三公主五官全直，别的宫位内情，因此实际运程怎样还是理应依据身主的本身具体情况做深入分析。但是总得来阅此类手相问路，实际上便是荣华富贵的代表，不管从文还是从武，身主都是会已有一番乾坤。通过分析和判断一个人的手相，能够对命运进行分析和推测。手相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事业、财运、健康以及婚姻，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好坏。有些特殊的手相特征更是具有特殊的含义。那么大三角套小三角纹手相代表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大三角套小三角手相，如果手上同时有大小2个三角纹套叠在一起，更加财运旺盛。这种人在感情上也是不太顾及对方的感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好在不会太记仇，为人比较大方的，以后和老公的争吵不会少。有朋友有敌人，需合理利用就能如鱼得水。他们在事业方面非常好，只要你自己把握好，未来事业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样的手相之人，尽管大多数都不是富贵人家出身，但是年轻时经过10年8年的努力奋斗，自己创业投资，往往能够顺势而上，凭借手上所显示的良好性格品质和运势根基，逐渐取得成功，中年发财，后半生富贵无疑。2. 不同位置三角纹寓意。1. 三角纹位于食指下方的人，说明有军事方面的雄才，具有干劲十足、谨言慎行、严以律己、抗压性强等特质，今生一定不会被埋没。2. 三角纹位于中指下方的人，说明中年事业有成就，理想抱负得以实现。3. 三角纹位于无名指下方的人，说明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学习能力佳，气质超群，一以贯群伦。4. 三角纹位于小指下方的人，说明聪颖过人，有经营管理的才干，可以往商业发展，必定可以有所成就。5. 三角纹位于掌心的人，说明这是十分好的现象，不仅代表事业发达、财运亨通，而且声名远播。另外，无论男女，还可以有一位条件绝佳的配偶。由此可见，大三角套小三角的手相是非常富贵的，此生命运相当不错。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注重个人的德行培养，多多累积自身福报。但是除了三角纹外，还有什么代表一个人命运的指示标志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吧。1. 钱财纹。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2. 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3. 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4. 川字纹。拥有川字纹的人在相面学中被认为具备强烈的事业魄力，因此在工作中往往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从性格的角度来看，这类人通常表现出相对独立和自主的特质，同时展现出强大的能力和领导才华。在运势发展方面，相面学认为拥有川字纹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有望在事业中取得卓越的成就。财运方面被视为非常旺盛，暗示个体将会过上富贵的生活。这种手相特征被解读为预示在职场上表现卓越，可能能够跻身事业的高峰，取得显赫的地位和财富。三约纹。三约纹被认为是手相学中比较罕见的一种纹路，因为形成这种纹路需要有3条线，
这些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方，根据相面学的解读，预示着个体今后的生活将会幸福、财富丰厚。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拥有这一手相特征，可能意味着有望嫁给一个贵夫，夫妻感情将更为稳定，生活条件也会相当不错。对于男性而言，拥有三约纹可能意味着将来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而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这一手相特征被解读为在感情和婚姻方面有着较为顺利的发展，并在事业上得到女性支持的可能性较高。6. 祖臂纹。祖臂纹被认为是手相学中一种具有富贵象征的纹路。据信，这种纹路的出现能够带来天生的富贵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拥有祖臂纹的个体通常能够在家庭中享受到充裕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家业往往非常丰厚。这一特征可能表明长辈们对他们的关爱和支持，有可能会留下大量财产和固定资产给予后代。对于拥有祖臂纹的人来说，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这有助于他们在职场上取得更好的发展。这种手相特征被解读为将来有望继承丰厚的家业，享受到相对较为优越的经济状况。7. 三才纹。玉管照神诀中提到的三才纹指的是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这三个先天主纹。这三者被视为掌中的三才，对个体的一生运势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当这三者在手掌上表现得清晰而分明，纹路深长，没有其他杂纹干扰时，就被称为三才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鲜。三才纹所形成的手相特征就像一个川字，即三者之间没有交叉点，整体呈现出一种流畅的形状。这种手相特征被俗称为川字掌。而关于川字掌的传统说法中有男人川掌事业顺，女人川掌财帛多的说法。据信，川字掌代表着一个人在事业或财富方面将会取得良好的成就。男性拥有川字掌可能预示事业发展顺利，而女性则可能在财务方面拥有较为丰厚的积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说法属于相面学的范畴，仍然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持。个体在追求成功时，仍需通过实际努力、智慧的决策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来实现。10. 三锋纹。玉管照神诀中描述的三锋纹是指手相中的巽宫、离宫和坤宫这三个部位在手掌上呈现出丰满而隆起的特征，形如山峰一般。这样的手相特征被解读为一种对个体运势的瑞兆，同时也涉及到财富、官运和福祉的不同方面。具体而言，巽宫位于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位于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位于无名指根部之下。相面学认为，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意味着在巽宫主要涉及到财富的积累，在离宫主要关联到官运的提升，而在坤宫主要与福禄祥和的生活相关。当这三个部位有一处或三处隆起时，被认为是一种极好的征兆。这样的手相特征被解读为个体在事业、财富和福祉方面都将取得较大的成功。然而，务必强调的是，相面学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其解读因人而异，缺乏科学证据证明其准确性。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仍需通过实际的努力、智慧的决策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来追求成功。相面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古老的文化传统，其解读往往涉及主观的观点和个体经验。由于缺乏科学验证，人们对于手相、面相等相学元素的真实性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现代社会，科学证据更为被重视，而相面学在评估个体成功的准确性上并不具备可靠性。实际上，无论手相、相面学还是其他相似的观念，都不能替代个体的实际行动。成功通常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智慧来实现，而非仅仅依赖于一些传统观念的解读。建议个体在追求目标时注重实际行动，不仅要有聪明的决策，还需要与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以全面发展自己的潜力，达到事业和生活的成功。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